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相信大家应该都是看到被吸引过来。在 CR 里面呢，你可能对削弱题没什么意见，你对加强题没什么意见，它就很单纯，让你去攻击，让你去支持。你对解释题也没什么意见，就是可能看你的矛盾，让你去解释。但也许呢，你对这种题目会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在我过去的统计里面，在 CR 的所有题型里面，最多同学害怕的题型，第一名就是这个假设题，当然第二名是 Boldface。所以 Boldface 以后我也会开一堂课来讲。那假设题到底为什么可怕？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中其实呢，你会去攻击别人，所以你会对到削弱的立场；你会去挺别人，所以你会对到加强的立场；你会去想办法去找原因，所以你会对到解释的立场。我们生活中都会用这些常常用这些逻辑，但是呢，假设这个逻辑是生活中不常用到的逻辑。什么叫做找到一个论点隐藏的假设，找到这个东西背后的先决条件？你生活中很少用到，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很遥远，好像不太直观。但实际上，假设题的做题技巧是非常直观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揭秘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让你上完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破解它。首先，我们要先来定义一下假设到底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继续讲说，那有两种假设分别是什么样类型的假设。再来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发现假设，要如何去评估假设，这是我们今天的3个步骤。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去进到题目了，要如何去用解题流程来操作。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什么是假设？很多同学，你知道，我第一次发现同学们不知道"假设"这个名词的时候，是因为我发现同学们都会把这个字有的时候叫假设，有的时候叫假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假说的英文叫 hypothesis，我们帮你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假说的英文叫做 hypothesis，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推测。比如说，我们认为地球外面有存在的生命。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认为说，明年的就是股票应该会下跌，全线下跌，这个叫做假说，未经证实的推测。那假设跟假说是完全不一样。假设到底是什么东西？假设就是今天你要去建构一个论点，你一定会有你的理由或你的证据。然后也会有一个你最后想要去证明的结论。你要把你的证据或你的理由跟你的结论连在一起，要让这个论点能够成立。背后所隐藏的那块连接，如果这块连接被讲出来的话，应该说是 intermediate conclusion 中间结论。那如果这块连接没有被讲出来的话呢，它就叫做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今天我常常在中间的班上会有举一个例子，叫做我要证明机器人可以救老人，这是我要证明的结论。那我今天呢给出的证据是什么？是机器人可以把人抬起来，这是我给出的证据，它有把人抬起来的能力。但是呢，这两个东西斗在一起，你会觉得逻辑有点跳跃，它就需要有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我们把它称之为 reasoning，而这个 reasoning 如果你直接把它写出来的话，它就叫 intermediate conclusion。中间的连接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可以把人抬起来，所以老人跌倒时，机器人可以抬起来，所以最后机器人可以去拯救老人。这个就叫做所谓的中间推论。那如果被写出来的时候呢，就叫做 intermediate conclusion，中间结论，就它不是最后的结论，它是中间先推到一个小结论，再从这个小结论再进一步慢慢往前推到一个大结论。但是呢，也有一些中间结论是没有被写出来，它就叫假设题。比如说，机器人可以把人抬起来，中间还要经过什么东西才能够连到说老人跌倒的时候，机器人可以把它抬起来？比如说，它要能够发现老人跌倒，你要预设说老人跌倒的时候，他能够发现，他才能够把它抬起来。拥有这个能力，但你没有侦测的能力，你要怎么去找到老人把它抬起来？所以中间没有讲出来的是什么？机器人可以发现跌倒的老人，或者是及时发现，你能及时发，机器人可以及时抬起来。不然如果你抬起来，你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结果人家已经延误了就医。所以这两个就是没有被写出来，但是呢，你一定要确保它成立，你的论点才会成立的，这就叫假设。相对来说，这个地方也有哦。就算你今天可以把人抬起来，但是如果抬起来之后呢，没有去做任何的处理，比如说你抬起来那个姿势是不对的，或者是你抬起来之后呢，你没有做进一步的就医啊，那这种时候呢，机器人也无法去拯救老人。所以抬起来也不一定拯救老人，你还要去确保说抬起来之后，好抬起来后能够做适当的处置，这样才能拯救老人。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假设。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你的理由到你的结论之间，它一定还要连一些资讯，把它的逻辑串联在一起。但是呢，这个连起来资讯呢，有些时候会写出来。如果直接被写出来的话，那就叫做 intermediate conclusion，像这个地方一样。
那如果没有被写出来，可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成立，你的论点最后才会成立的，你的结论最后才会成立的，它就叫做 assumption。所以这些你看我现在括号写出来的就叫 assumption。所以你看它要写说什么？好，是没有被写出来，但是却是必要的。那你看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比如说就是小明他考试考得很好，所以他一定有读书。那它背后隐藏的一个连结是什么？就是读书跟考得好之间是有关联的。它隐藏的这个没有讲出来的假设，这个一定要成立。就是说，如果今天有某个人考得好，那他真的是代表他有读书。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被讲出来，但是呢，不一定是为真，只是作者就是那个建构论点、主张论点的人，他要预设它为真，你的论点才会去成立，这就叫假设。但是假设有分两种假设，一种叫必要假设，这个是在 OG 里面有写的，这边所给的例子其实都是 OG 里面给出来的例子。必要假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假设不一定是唯一一个，但是呢，只要少了它，论点就会去崩塌。我们来看例子哦，小华他的班机是5点钟会抵达，所以呢，所以他应该是可以6点半到这边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7点钟吃饭。那在这里面呢，它有哪些没有讲到的假设？就是班机预定是5点钟，可是呢，如果 delay 的话，是不是我的论点就无法成立？万一 delay 的话，那我们可能最后7点吃不到饭。万一 delay 的话，或者是万一他没有赶上飞机，那是不是后面都不会成立的？或者甚至还有什么？甚至还有说，搞不好没有 delay 也赶得上飞机，可是中间呢他迷路了，他塞车了，或者是今天中间出了意外，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让他赶不上跟我们的晚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些都是必要假设，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个假设论点不一定会成立，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假设，论点一定会崩溃，这叫必要假设。那这些必要假设的概念要去预防一些会让我的论点削弱的情况发生，比如说班机不要 delay，不要 no show，这就是说不要没登机，不要迷路，不要塞车，不要意外，只要这些东西任何一个点发生了，都会让我的论点崩坏。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确保这些事情每一个都不要发生，这叫必要假设。OK，必要假设的特点就是只有它论点不一定会成立，但是如果没有了它，论点一定失败，这叫必要假设。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叫做充分假设，是论点的唯一假设。如果有了它，论点就会成立；如果没有了它，论点一定失败。它不需要跟其他的假设并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学诗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诗没有实际的用途。那如果你今天要让这个论点成立的话，你只需要连一个就可以了，你只需要证明没有实际用途的就是没有价值。你只要证明这个点，你能证明了这个论点就一定成立，你不需要再依靠别人的假设。反之，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这个论点就一定失败，你也不需要去看别的假设有没有成立，这叫做所谓的充分假设。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假设其实有两种形式哦。有的同学说 Dustin 就是假设题是不是一定要去选否定的语句？因为我好像看到好多假设题就是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其实不一定。假设是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叫做预防否定形式，预防削弱的形式。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如果今天是必要假设的话，它的特色就是，我觉得我的论点可能有一些会被攻击的地方。如果这个论点真的被攻击的话，我觉得结论就不会成立。那我为了确保这个结论要成立，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些攻击防御起来，告诉大家说这件事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下，你的假设会写成否定的形式。这个否定指的是你担心的一些问题不会发生。那另外也有假设写成肯定的形式，就是把跳跃的概念连起来。比如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地方，机器人可以发现跌倒的老人，抬起来可以去连到跌倒时可以抬起来，这叫所谓的充分假设。所以要跟大家讲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假设题没有说答案一定要去选否定的形式，也可以有很多的假设题答案是用肯定的形式去写的，只是他们两个本质的区别是，写成否定形式的假设，它是在预防论点被削弱；写成肯定形式的假设，是要把论点里面跳跃的那个概念一定要把它连起来。那你说 Dustin， 那为什么叫做预防论点被削弱？为什么叫连断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假设它就是你在玩叠叠乐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玩过叠叠乐那个游戏，有很多个积木，有一些积木呢，它本身是你一看就知道，你抽出来，它这整个大楼是不会倒塌的。有一些积木是你抽出来，大楼一定会倒，而整个塔就会倒下来。假设就是担任那个关键积木的角色，意思就是有它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没有了它，你的论点、你的结论一定到。所以请各位记住这个重点哦。
假设要的不是越多越好，要的不是说你的论点越强越好了，拿到越多证据证明越好，那个叫做加强题。加强题的确是我们希望能够锦上添花，越多越好。假设题要的是非常非常保守，就是最低限度可以让论点成立。如果这个假设不存在，你的论点一定会失败。那在这之上，我们刚刚讲过两种形式嘛，一种是写成否定的形式，是避免别人来削弱我的论点。要让削弱的可能不存在，我的论点才有可能最低限度的保存嘛。一旦削弱的可能存在，我的论点就会崩塌。另外一种则是我的论点本身其实还是太跳了，还没有成立的空间，我必须要最低限度的把它连起来。就是这个建筑物目前还没有办法撑起来，我必定要加上一个关键的梁柱才能够把它撑起来，这样的概念。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不管是哪一种假设，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刚刚的任务就是在连接你前面的理由跟最后的结论之间的关系嘛。那如果今天理由就等于结论，内容完全一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去连接了。所以呢，你会发现所有的假设，你都会看到说它是让你从证据达到结论的一个新概念。举个例子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假设今天机器人可以把人抬起来，跳到机器人可以拯救老人，你有没有发现前面的证据叫做机器人可以把人抬起来，这叫证据，你的理由是这个，那你的结论是这个机器人可以拯救老人，这里面有什么概念是全新的，你没有看过的？拯救这两个字，所以你就要把抬起来跟拯救之间建立起关系，这就是假设的任务。OK，再举个例子，像你看我们刚刚这边哦，有没有小明考得好，所以他一定有念书。在结论这边出现了什么全新的概念？前面只有讲考得好，最后突然蹦出来一个念书这两个字，所以你就要把这个蹦出来的新概念跟前面你的前提所提到的旧概念把它连起来，这个就是假设的。我们再来看例子，比如说有没有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吃晚餐，可是吃晚餐跟班机抵达有什么关系？吃晚餐跟他就是能够到这边有什么关系？你就要把吃晚餐这件事跟前面这些东西都连起来。还有像这个地方，最后结论蹦出来的是没有价值，但是它的理由是没有实际的用途，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你就要把没有实际的用途跟没有价值连在一起。其实要解假设题最重要的关键，不是说你直接跳下去看选项，也不是说你只看结论就完事了。那有些同学说，Dustin，我也没有直接看选项啊，我也没有只看结论啊，我还是要把整篇文章读完啊。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到底结论里面出现了什么新资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所有的假设题都是要去帮你把结论里面突然蹦出来的一个新资讯，把它跟旧的东西连在一起。那你要做的就是找到结论里面突然蹦出来，但是呢前面理由没有讲到的新资讯。那你找到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下一步很简单，还记得我们刚刚做的事情吗？在这个地方例子做的事情，我说结论里面突然出现了拯救，可是你前面只有把它讲，你只有讲说抬起来，谁说能抬起来就等于拯救？还记得我刚刚讲这句话吗？难道抬起来就一定等于拯救吗？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句型，我帮你写在这个地方喽，就是谁说就一定好？难道就一定会吗？用这个句型，后面这边套上你刚刚最后发现的结论出现的新概念，前面这边套上理由提到的概念，用这个句型套上去，你就会马上发现逻辑上的漏洞。而这个漏洞如果是削弱题，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攻击它，要证明这个漏洞的确存在，而且无法被弥补。那如果是假设题的话，就是要去证明这个漏洞至少最低限度上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看谁说机器人可以把人抬起来，就一定等于倒人跌倒，它可以把它抬起来。有没有什么情况下是机器人可以做这件事，但它却没办法去做？比如说它没有发现，或者它没有办法有及时的能力嘛？谁说抬起来就一定可以拯救老人？有没有可能抬起来，但是没有送去医院也没得救嘛？谁说就一定？难道就会这样的句型？就是我们在做逻辑检证的句型。每一道假设题都要请大家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不要太急着进选项，我们先好好观察文章。观察文章，我们也不是只有把重点放在结论身上，而是我们会去观察结论跟你背后的证据中间跳了什么新概念出来。你要先做到这些事情，才能下去看选项。